Hello， 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故事时间。今天这个故事和吃有关系。咱们每天都吃东西，也吃过很多东西。那么你有没有想过，天底下最美味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？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清朝的一位皇帝，他叫乾隆。话说这位乾隆皇帝，他一出生就是天之骄子，在皇宫里长大。他住在最华丽的宫殿里，每天有几百个厨师为他做饭，山珍海味，只要他想得到，厨师们就必须做到。可是日子久了，皇帝每天吃饭都皱着眉头，不好吃，没味道，他吃什么都觉得没意思。有一天呐，他决定要做一件大事，他要微服私访。微服私访的意思是，他要穿上普通人的衣服，假装自己不是皇帝，偷偷跑到皇宫外面去看一看老百姓的真实生活。他带着几个同样穿着普通衣服的侍卫，来到一个非常繁华的镇上。镇上人山人海，有卖东西的，有耍杂技的，特别热闹。皇帝看得正高兴呢，突然不知道是谁家着火了，整条街一下子就乱了套，人们尖叫着，推挤着，到处乱跑。侍卫们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围在皇帝身边，但是人实在是太多了。在逃命的过程中他和侍卫们走散了。他被挤进了一条小巷子里，他一直在皇宫里，外面可没有人认识他。他也根本不知道该往哪儿走。他也不敢随便说我是皇帝，那别人会以为他是疯子，而且也可能招来大麻烦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身上没钱，钱都在侍卫那里呢。他就这样在镇子上转了一天又转了一夜。他从一个皇帝变成了一个又累又饿又狼狈的普通人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他饿得头晕眼花，快要站不住了。就在这时，他闻到了一股香味儿。他顺着香味儿找到了一个小吃摊儿，一位老婆婆正在那儿收拾东西，锅里还煮着一点点卖剩下的最后的热汤。乾隆皇帝赶紧走过去，老人家，行行好，给我口吃的吧，我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。老婆婆一看他可怜，叹了口气，哎，行吧。他这锅汤里有什么呢？几块做豆腐时碎掉的豆腐渣，几片客人不要的蔫了的白菜叶子，还有一点点粘在锅底的锅巴。他把这些东西加水，撒了点盐，煮成了这锅汤。乾隆皇帝实在是太饿了，
他接过碗，甚至顾不上烫，咕咚就喝了一大口。热乎乎的汤喝下去，他觉得全身都暖和了，人也精神了。哇，太好喝了！我一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。他几口就把汤喝完，连碗底都舔干净了。他激动地问：老人家，这碗汤这么美味，它叫什么名字？老婆婆笑了：这哪有什么名字啊，就是剩菜汤。乾隆皇帝想，这米饭像珍珠一样亮，这菜叶像翡翠一样绿，这豆腐像白玉一样白。他一拍大腿，不，这碗汤应该有一个最好听的名字，就叫珍珠翡翠白玉汤。后来侍卫们找到了他，他回到了皇宫。他心里啊，天天都想着那碗神仙汤的味道，那种感觉他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他把皇宫里所有的厨师们都叫了过来，你们马上去做珍珠翡翠白玉汤。哎，你觉得厨师们能做出皇帝想喝的那个味道吗？他们用最贵的米代表珍珠，最新鲜的菠菜代表翡翠，最嫩的豆腐代表白玉，还加了最高级的鸡汤来煮。汤做好了，用一个最漂亮的玉碗端给了皇帝。乾隆皇帝非常激动，满心期待。他拿起勺子，小心地喝了一口，想找回那个神仙一样的味道。突然，他脸上那种兴奋和激动一下子全都不见了。不对，不是这个味道。他把勺子轻轻地放回了碗里。他看着这碗汤，非常困惑，非常失望地说：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们用全天下最好的东西，却做不出那个味道呢？厨师们都吓得跪在地上，一句话也不敢说，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从那以后，厨师们试了100种方法，换了100种材料。可是乾隆皇帝每次尝过之后，都只是失望地摇了摇头。他再也没能喝到那碗天底下最美味的汤。这个故事就到这里了。乾隆皇帝和他可怜的厨师们，可能永远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们用尽了全天下最好的材料，却做不出那个最美味的味道呢？因为那碗珍珠翡翠白玉汤，它真正的最美味的配料，是皇帝的厨师们永远也放不进锅里的一样东西。这样东西，你们猜是什么？这样东西就叫做饥饿。是啊，当我们什么都不缺的时候，再好吃的东西也吃不出惊喜。而当我们真正需要的时候，最简单的食物往往才是最美味的。其实不光是皇帝，
在我们很多人的记忆里，都有一碗属于自己的珍珠翡翠白玉汤。比如我妈就常常跟我提起那碗让她念念不忘的土豆汤。她小时候在外面玩了一整天，饿坏了，回到家，她的妈妈，也就是我外婆，煮了一大锅水，里面只放了土豆、菜叶子和盐。因为家里穷，没有肉或者其他调料，但就是这碗汤，让我妈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她总感叹，怎么那么好喝呢？可惜的是，长大以后，她再也没有喝到过那种味道了。哎，在你的记忆里，有没有这样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呢？你吃到过的最让你难忘的美味是什么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。那咱们留言里见，拜拜。